能不能别制造噪音？小朋友们，你们有没有遇过被别人吵得睡不着、做不了事的时候？如果是你，会希望对方能体谅你，对吗？今天呀，就让我们跟着小狼一起来学学什么叫替别人着想。小狼新买了一双轮滑鞋，兴奋得不得了，一回到家就迫不及待地滑了起来。鞋子摩擦木地板，发出了不小的声音。这个声音不够酷。对了，我有个玩具喇叭。他把小小的玩具喇叭塞进鞋子里，结果每踩一步，就响起一阵刺耳的喇叭声。哈哈，帅爆了，就是这个感觉。小狼越滑越起劲，伴随着喇叭声，差点还要跳起舞来。楼下的小猫咪正在写功课，它一边写一边抖着耳朵。不是，我觉得我耳朵要炸开了，楼上到底在吵什么啊？小猫咪以为这只是一时的，但之后的几天，小狼完全没停下，白天滑，晚上也滑，吵得小猫咪根本睡不好。几天下来，它头昏眼花，看天花板的眼神都快冒火了。更糟糕的是，天花板开始出现了细细的裂痕。等等，房子这是要塌了吗？小猫咪终于忍无可忍，火速冲上楼，气呼呼地敲响了小狼的家门。咦，谁啊？还穿着轮滑鞋的小狼一开门，就看见气呼呼的小猫咪。你好，请问你知道整栋楼都被你搞得快塌了吗？你在家滑什么轮滑鞋啊？啊，是有那么夸张吗？不信你跟我来。小猫咪拉着小狼回到自家，指着天花板的裂痕。你看，就是这么夸张。小狼看见裂痕愣住了，心里嘀咕：才滑几下嘛，至于吗？还有那喇叭声，这叫噪音，懂吗？吵死人了！你都不会想想别人的感受的吗？小狼被说得哑口无言。小猫咪见他不以为意，忽然灵机一动：这样吧，我们交换住处3天，你好好感受一下什么叫被吵，你不答应我就报警。小狼无奈答应。小猫咪像小狼一样，几乎一整天都在滑那双改造过的轮滑鞋，势必要小狼感同身受。结果只过了2天，小狼就被噪音折磨得彻底崩溃。我受不了了，我真的知道自己太吵了，求你快让我回去吧。看来你终于学乖了，以后别再在家滑轮滑鞋，不然我真的会报警哦。小狼用力地点头。回家的路上，小猫咪突然想起，这小狼怎么连对不起都没说啊？但它没再多想，想让这事情翻篇。经过这件事，小狼才知道，我们在做事情之前，都要想一想，这会不会影响，甚至是干扰到别人。今天的故事讲完喽，我们下次见。